大家好，比特币加密货币市场前两天一直在提醒，天量资金流入是创出历史之最，但是价格却不涨，很多朋友也是很疑惑。其实我是更相信技术图表，低点反正交易群这一次在做多，包括鸡蛋山寨币，但是链上的数据以及非农，有时候很多新闻主力反而往往会用来玩散户，或者是狗狗币，昨天也是跟大家提到一个时机。目前的9月份跟2024年的9月份，那如果再配合比特币的时间，有没有可能10月份会爆发？国语很烂，感谢点赞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交易群。另外，如果你正在考虑交易加密货币，我个人是选择使用 OKX 交易所，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之一。视频下方有我的 OKX 邀请注册链接，现货合约交易手续费永久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狗狗币周线的这张图表。昨天跟大家提到，狗狗币目前的位置，因为也是在9月份，它的时机有可能很像2024年的时候，当时就是这个位置的低点，时间也是在2024年的9月份。所以去年的时候，当时在这一个0.1到0.11的低点，交易群上面通知做多。后面涨上去，我利润是全部都没有平啊，因为也是在这边遵守承诺，没有到$1的狗狗币利润，反正我是不会卖出或者是平仓。那或者昨天也是跟大家提到，狗狗币你如果从这个高点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往往是斐波那契非常重要的时间转折。那如果这个位置8个，因为昨天价格讲完以后，后面是跌的。然后现在价格又上来，其实昨天你有看我视频的话，我已经秀出来了。我交易群上面，反正那一笔多单，我昨天是10倍，略微再加了一点仓位，也是在这个位置赌狗狗币有没有可能时机。那等下再跟大家聊狗狗币或者是比特币会不会在9月底，大约10月初的时候，有可能才会开始爆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。比特币周线的 MACD 指标前面在高位的时候是有提到，你也要小心哦，因为这一波牛市有几次周线的 MACD 死亡交叉，它的跌幅一般都会10%到20%，或者是这个位置也是10%到20%。那这一波高点跌下来也是接近15%，但是我的观点是，我们来看一下链上的数据哦。比特币交易所钱包余额反正是再创出历史新低啊，所以我们再回到比特币周线的这张图表，我们再来判断一下比特币的时机啊。根据2020年的时候，当时这个位置从高点跌下来，也是10%几，接近20%。然后当时的这一根 K 线去观察一下，它的时间是在2020年的8月份。但是它后面在这一个盘中有一些短线的上涨，你去观察一下，它后面也是有一些下跌，或者是目前的位置上去，短线是不是在回撤，有可能时间去观察一下，也就是10月初的时候，但是这个位置一根 K 线才开始大爆发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同样也是好像是上一周给大家分享的这张图表。那或者我们再跟踪一下链上金鱼的数据，持有100枚以上比特币钱包地址，前面是连续2天买了3000多枚，然后9月5号是转出了500多枚，不过现在他们又开始在买进了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有可能比特币的时机再认真来观察一下当时2020年的这个位置，接近8月底9月初，这边是9月5号啊。它短线也是开始上涨，然后这边也是有一些短线的下跌，然后上涨下跌，也就是这个位置在盘整的一个区间。后面比特币从2020年的10月初，价格就开始爆发，而且前面也是有跟大家讲过，我们要思考一下，它在这个下跌之前支撑的这一个形态，是主力利用这种喇叭的形态，或者是大头肩底的形态。也就是在这一个最低点的位置，杀出了一大批的或者是不坚定的那些多头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前面的这个关税贸易战的时候，也是在这个位置
有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头肩底，在这边杀出了一大批，或者是不坚定的那一些多头。那或者我们把这个蜡烛，也就是2020年当时从低点到这个高点的蜡烛复制，然后移到这个位置去观察，也就是目前比特币短线的蜡烛，可能就是很像2020年当时的那个位置哦。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也就是这几天下跌、上涨、下跌，有没有可能就像之前的下跌、上涨，或者是下跌再上涨、下跌再上涨，然后最终时间会不会在2025年的10月份，后面比特币才开始爆发？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以太坊日线的这张图表，估计以太坊也是一样，短期你就观察吧，这个箱体或者是前面的这个低点也是非常重要的支撑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队友们。